你以为他是在丢垃圾？不，他其实是在丢女友，更准确的说，应该是女友的碎尸。你以为他是在搬行李，其实是女友的残肢。这是2019年发生在四川乐山的一起惊天大案。男子在将女友碎尸后，分多次多地多天将女友的残渣散播到天涯海角，就像是一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孜孜不倦。时间2019年3月27日，地点四川乐山。这天清晨，公安机关接到一起报案，家住攀枝花市的彭先生报警说他妹妹彭娟失踪了。在失踪前，妹妹告诉他要去乐山游玩，当时是3月19日，距离现在已经过去8天时间了。这8天里，妹妹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，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乐山警方闻言立刻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。根据报案人提到的案发时间，警方查到了对应的车站监控视频，发现彭娟在出站时，她身边还跟着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子，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的，他们很有可能是一对情侣。幸好在2019年监控已经普及开来，警方顺着监控一路走到了嘉善路上的一个小区里，在向小区里的老人打听后，得知男子是在该小区租房子住的。警方接着来到出租屋，继续调取当地的监控摄像头。很快民警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郭娟80%已经碎成一地了。监控显示，在当天深夜，该男子频繁地进出小区，每次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手上都有1、2个手提袋，这些手提袋被他均衡地扔在了附近所有的垃圾桶中。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，男子换了身红色衣服，手提2个塑料袋走出了小区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身边又多了一个人。10分钟后，两人各提1个行李箱走出了小区，然后男子就再也没回来过了。全部过程中，郭娟都没出现过，也可以说每一次郭娟都出现了。男子每天都带着女友逛街，然后将心碎的女友丢进垃圾桶，他或是在垃圾袋中，或是在行李箱中。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，警方立刻开始行动。他们首先对垃圾桶展开排查，但时隔多日，垃圾桶早已被倾倒多次。另一队民警来到了男子的住处，整个房间特别干净，干净到不符合常理。在进行细致入微的勘查后，警方在墙面的缝隙里发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血迹。在卫生间的厕所里，警方又捞到了些许碎肉末，经过 DNA 比对，全都是彭娟的遗物。与此同时，彭娟的家人反映说，彭娟的微信中应该有10万元的，但在3月19日这天却被转走了一半。警方立刻调取相应信息，他们发现收款人是一名徐姓男子，对方租住的地方正是彭娟失踪的小区。后来经过监控比对，他就是与彭娟一起走出车站的那名男子。而最后帮徐某提行李箱的那人，经调查是一名出租车司机。对方回忆说，他对徐某的印象很深刻，确切的说是对方的2个行李箱，这2个行李箱有一股怪味。当时这个司机帮我提过这个箱子，他闻到一股味道，然后他就说是就很重。我说你这提了啥子？我说我这是城里来人，外地带回来的，我给回老家去。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很大，然后后来我们这种我们联系起来分析，我们怀疑可能是这个碰到的尸体和可能装的是。出租车司机交代说，他将该男子送到了荣县的一个小宾馆内。宾馆老板告诉民警，徐某一共就在他这里住了3天，每天都是进进出出的。在租房子的时候，徐某手中是提着2个行李箱的，但是他在退房的时候，手中的行李箱却只剩下1个了。我们怀疑他应该是他到农村的几个目的时候，结果应该是去跑尸，但这个具体跑哪儿，你晓得农村的地方又没得人看到的。对于徐某这3天的轨迹，警方再次展开天网监控追踪。第1天和第2天，徐某都是背着双肩包出门。第2天午夜，徐某将1个行李箱扔到了旅馆附近的垃圾桶里。第3天一早，男子提着最后1个行李箱找到老板办理退房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。周围四处环山，摄像头还没有装过来，警方找来了警犬，却也没有任何收获。就在这时，民警得到消息说，徐某目前正在厦门，疑似准备逃往国外。因为了解到这个人以前一直躲，然后我们这就发现了他又买了一个票，就到厦门，在那儿去还到国外去，就临时决定把去先抓住再说，抓住他所有的事情才说得清楚。警方不敢有丝毫怠慢，火速赶到厦门，在一家餐馆抓到了徐某。在审讯室里，徐某说，他从小就因为父母离异，被迫跟着外婆一起生活，而且外公常年酗酒，动不动就对他拳打脚踢。
成年之后，他离开了这里外出闯荡。徐娟是他在这段时间通过网络认识的，双方聊得很愉快。徐某自打从娘胎里出来，就一直单身到了现在，所以在看到一个女人后，他就被迷得失去了理智，不仅对于郭娟有求必应，还天天给郭娟打钱，前后总共给了1万元。徐某家人抓过很多钱的这个女的，比如说这个女的哪儿不好，会动手术或者遭过1000、2000这种，平时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或者2000、3000这样子都闹给这个女的。他说总共，他这一年多总共是通过微信或者通过银行这些，总共是闹了1万多块钱给这个女的。虽然双方并没怎么聊过天，徐某却已经默认郭娟为自己女友，哪怕对方已经有孩子了，彭娟却压根就没喜欢过他，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位热心的大哥。他曾不止一次地拒绝过徐某，但徐某却依旧对他死缠烂打。见此，郭娟也不理他了，反正也只是在网上骚扰。案发当天，在徐某的持续骚扰下，郭娟打算来乐山跟徐某说明白，让对方彻底死了这条心，然后悲剧就上演了。气急败坏的徐某诞生了一个想法，既然我得不到，那其他人也别想得到，直接举起菜刀物理分手，与郭娟说了些掏心窝子的话，然后将2人的感情扔进了垃圾堆。因为当时我一边查还有一边说话，眼睛也没有睁开噻，我有点想哭。我说你为啥子要这样子对我？这样子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为啥子还这样子欺骗我噻？被捕后，徐某赔付了大量金钱，然后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书，最终被判死刑，缓刑2年。意思是2年内没有再次犯罪的话，他就不用死了。人间不只有爱，恶魔就在身边。关注，了解更多人间暗处的危险，看清黑暗。